魏婴，你骗我！蓝忘机眼底蕴满了失望，配着小孩独有的大眼睛，极其可怜。魏无羡瞬间慌了，他紧紧搂住蓝忘机小小的肩膀，道：蓝湛，你当初说过要和我打一场的，楚水行渊时，你拿着随便，眼底分明没有半分厌恶之色。蓝忘机颤着声道：你明明喜欢用剑。蓝湛，我现在迫不得已，我也不希望你知道，我不能告诉你，我这般残败的人，怎会和名门正式一路啊？如果蓝湛知道自己没有了金丹，肯定会厌恶至极，躲得远远的，说不定还会让江澄知道这事。魏无羡胡思乱想着，完全没注意到蓝忘机那沉淀了岁月后的眼神。这位韩光君可是早已知道事情真相的。蓝湛，我们回去吧。老祖憋了半天，憋出这么一句，企图转移话题。你是不是灵力出了问题？很显然，蓝忘机并不打算把这事盖过去啊。没有，边摇头边摆手。可在蓝忘机灼灼目光下，只好妥协。灵力受损，怨气和灵气相冲，没法共存。你还在骗我？蓝忘机嘶哑地说。你还是不信我？魏无羡惊慌失措，他害怕看见蓝忘机眼底的伤心和失落。蓝忘机垂着眼睫，一声不吭地往外走。之前还很威风的夷陵老祖瘫坐在地上，眼里满是纠结与无助。忽然他大声喊道：蓝湛，蓝忘机，我信你！他撕心裂肺地喊着，泪水夺眶而出。天底下谁都不能信，但蓝湛绝对不会害他。那只抬起的白靴子在跨上门槛前停下，蓝忘机抿了抿唇，转身轻柔抱住满脸泪痕的魏无羡，在他额间落下一吻。走，我们回家。魏无羡泪眼朦胧地看着眼前这个小小的小包子，破涕为笑。半死不活还吊着一口气的姚宗主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，怒火攻心。本来是可以死慢点的，可这位大伯座硬生生的因失血过多一命呜呼了。蓝湛，两人漫步在夕阳的余晖下，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会继续陪着我吗？蓝忘机看着魏无羡忐忑不安的神情，轻轻合手，这肯定的动作让魏无羡吃了颗定心丸。他一字一句撕开心口上的痂，将封存在心底的惨痛回忆一点一点揪出来，露出底下完全没愈合的伤口。我的金丹没了，2天1夜刨丹。还没等魏无羡接着说，一只小手便握住了他。蓝忘机低头，魏婴，谢谢你。这句他一直很厌恶的话，最终还是被他说了出来。谢谢你愿意信我。魏无羡愣了愣，抿唇一笑，我不信你，我信谁？话音刚落，身旁的小团子踉跄了几步，竟一头栽了下去。魏无羡赶忙捞住昏迷的蓝忘机，小团子白嫩的脸上浮着2股不自然的红，嘴唇紧紧抿着，还有几分尖锐幅度的牙咬破了唇瓣。魏无羡情急之下，只好让小团子咬着自己手指。蓝小湛缩着身子不停颤抖着，手中拽着魏无羡披在胸前的一缕头发，已然一副疼得很的样子。魏无羡急得眼底发红，赶忙召来4只小鬼。他们抬着一顶大红轿，看得魏无羡半晌无言。这是召来了哪位苦命新娘的婚轿？夷陵老祖没有灵力不能预见，而回乱葬岗最快的办法就是召小鬼来帮忙。事到如今，魏无羡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蓝忘机额上附着薄汗，脸色也白得透明，随时要消散般。魏无羡紧紧搂着怀里的人儿，努力让马车颠簸造成的影响小些，然后将自己被风吹凉的脸颊贴到那滚烫的额上，低声喃着：蓝湛，蓝湛，你别吓我。蓝湛。蓝忘机仍然死死拽着那缕黑发，眉头紧锁着，他没有死咬着手指，似乎意识这是魏无羡的，只是抿着。魏无羡轻拍着蓝忘机的背，低声哼着曲，一首他不记得何时听来的曲子，温柔缱绻。一曲唱完，魏无羡轻声道：蓝湛，你可知我心悦你？快点好起来，行吗？好不容易赶回了乱葬岗，温情却不在。魏无羡突然想起来，之前温情就去深山老林那疙瘩里采草药了，也不知何时回来。魏无羡虽说懂些药理知识，但他完全不知道蓝忘机到底得了什么病，只能先进湿布巾敷额降温。墨额早已被魏无羡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。温宁也跟着魏无羡忙前忙后，两人忙活了几个时辰，天都黑了，蓝忘机终于不再发热了。那只白兔乖巧地趴在床头，时不时蹭蹭小团子。魏无羡心底微微一痒，直接把白团子放在白团子脸上。
随后戳戳白兔屁股，笑道：“和蓝湛一个样。”温宁一直走失不吃东西没关系，可魏无羡从回来到现在什么都没吃，温宁只能去熬一碗粥。老祖看见这碗什么料都没有的粥，眼睛一亮，偷偷拿出他藏了许久的辣椒干，反正温情不在，没人能拦他了。很快，老祖牌火热辣椒粥研制完成。昏迷中的蓝小战似乎被这刺鼻的气味熏到了，皱着眉把刚刚跳走的小兔子揪过来放回自己脸上。魏无羡一愣，随后捧腹大笑，赶忙解决完粥便搂着蓝忘机睡着了。子夜时分，蓝忘机睁开双眼，脸上毛茸茸的温软物体稍稍动了动，很自觉地跳下床去。